好闺蜜重生了，她告诉我末世要来了，让我赶紧囤物资。当我囤好物资躲进精心改造的房车后，她却哈哈一笑说是骗我的。当我正看着满车的物资发愁时，却没想到末世真的来了。江宁，你快醒醒！我猛地坐起来，心脏狂跳，手本能地摸向枕头底下的水果刀，看清是沈瑶，我才松开刀柄，大口喘气。她赤着脚站在地板上，浑身抖得像筛糠，牙齿磕得咯咯响。她冲过来，死死抓住我的被子，指甲陷进棉絮里。冷，好冷，江宁，我们要冻死了！我不耐烦地推开她的手。你发什么疯？现在是7月，外面38度。不是现在，是1周后，1周后极寒就要来了。沈瑶尖叫起来，眼泪鼻涕呼了一脸。上一世我们就是活活冻死的，零下160度，连骨头都冻脆了，一碰就碎。江宁，你信我，我刚重生回来。我盯着他，要是换做以前，我会觉得他脑子坏了，反手打120。但就在昨天，我刚去彩票中心兑了奖，加上老家拆迁的赔偿款，卡里现在躺着1200万，钱刚到账，闺蜜就重生了。你先喝口水。我递过去一杯凉白开。我不喝。沈瑶一把打翻水杯，玻璃炸裂，水溅了一地。别在这个破出租屋待着了，江宁，你不是刚拿到钱吗？全拿出来，我们要囤煤囤油，还要买车，买那种能扛得住暴雪的车，我们要逃到南方去。他抓着我的胳膊，力气大得惊人。上一世那些暴徒冲进来抢了我们的泡面，把我们就扔在雪地里，我的腿被他们用锯子锯下来烤着吃了。他瞳孔放大，整个人缩成一团，瑟瑟发抖。哪怕我不信鬼神，看到他这副样子，后背也窜上一股寒气。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他演技没这么好。你说真的？我问。真的，要是有一句假话，我出门就被车撞死。沈瑶发毒誓。我沉默了3秒。我是孤儿，这笔钱是我下半辈子的依仗。如果末世没来，这1000万花出去买物资改车，我就成了穷光蛋。如果末世来了，留着钱就是废纸，我会死得很惨。行，我掀开被子下床。我信你。沈瑶眼底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狂喜，快得让我以为看花了眼。那你快转账，我认识几个倒腾物资的朋友，我去买煤和羽绒服，你去买车。不用。我避开他伸过来的手，拿过手机。分头行动，钱在我卡里，我会付账，你只管列清单，把要买的东西发给我，车的事我自己去办。沈瑶愣了一下，似乎没想到我这时候还把这钱不放。江宁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防着我？要是物资买慢了，就被抢光了。那就抢贵的买。我穿上鞋，抓起车钥匙。1周时间够了。我没理会他在背后的叫喊，摔门而出，坐进车里。我并没有立刻发动，我看着手机银行 app 里那一串0。沈瑶在撒谎。刚才他抓我胳膊的时候，眼神虽然惊恐，但一直往我放在桌上的银行卡票。他提到的买车去南方，全是大额消费。他想让我把钱花光。如果是平时，我肯定会去查他。但这一刻，我脑子里莫名闪过小时候在孤儿院挨饿的画面，那种饿到胃里泛酸水的滋味，我记了20年。万一是真的呢？哪怕只有1/1000的可能，我也输不起。1000万没了可以再赚。命没了就真的没了。我一脚油门踩到底，直奔城郊的重型卡车改装厂。只要东西在手里，就算末世没来，大不了把物资卖了折现，亏点钱而已。但这车必须得是我的移动堡垒。到了改装厂，天还没亮，我看守门大爷还没醒，直接拿砖头砸响了大铁门。10分钟后，老板披着衣服骂骂咧咧的出来，看见我扔在桌上的50万定金，立马闭了嘴。我要一辆末日堡垒。我盯着老板的眼睛，底盘要乌尼莫克的，车厢要防弹防寒，保温层给我加到最后，玻璃全换成防爆的。还得有独立的供暖系统，柴油发电机，太阳能板，水箱要大，油箱要双倍，3天内交车。3天？美女，你开玩笑吧？光订配件就得再加50万加急费。我打断他，所有配件用现成的，不求好看，只求结实，能不能做？老板咽了口唾沫，能，我让工人3班倒。还有车头给我加个铲雪板，车身要有电网接口。我想起沈瑶说的锯腿，心里发寒。车顶要留射击孔。老板看我的眼神像看神经病，但看在钱的份上，他点了点头。从车厂出来，我去了最大的批发市场。我没像沈瑶说的那样去买煤，那是笨重东西，车上装不下多少。我找了个做户外用品的批发商，极地防寒服，零下50度那种，要50套；自发热内衣200套，暖宝宝10000片，固体酒精200箱，高热量压缩饼干500箱。老板笑得合不拢嘴。美女，要去南极探险啊？送去这个地址。我写了个城郊废弃仓库的地址，那是我刚在网上租的。接下来3天，我像个疯子一样满城跑。沈瑶也没闲着，她不停地给我发微信，催我转账。江宁，我找到一批无烟煤，这可是好东西，对方要现结，快转我30万。江宁，还有发电机，我朋友那是进口货，20万一台，给我装50万，我买2台。我看着屏幕冷笑，煤、发电机这些东西在改装车厂都能搞定，而且是集成在车里的。他要这么多现金，怕是想趁乱捞一笔。钱都在理财里，取出来要预约。我回了一句，你自己先垫着，回头我双倍还你。那边沉默了许久，回过来一条语音，语气暴躁。江宁，你想死吗？
火都重生了，你还不信我？没这些东西，我们怎么活？我说了，我在弄。我关掉手机。3天后，改装厂，一辆黑色的钢铁巨兽停在车间中央。原本的越野卡车底盘被抬高，巨大的全地形轮胎像碾压机一样。车厢通体哑光黑，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，只有厚重的装甲钢板。车头加装了 V 型破冰铲，像一张张开的鲨鱼嘴。老板顶着黑眼圈，拍了拍车门。美女，这就是个移动碉堡，玻璃我也给你换了，那是银行运钞车用的级别，哪怕外面下刀子，里面也恒温20度。我爬上车，车内空间不大，但五脏俱全，驾驶室和后舱是通的，后面有张折叠床，一个小厨房，还有一个极其紧凑的卫生间，所有的柜子都带锁扣，防止颠簸时东西飞出来。最让我满意的是那个巨大的油箱和独立供暖系统，只要有油，这辆车就是热带雨林。结账，我刷卡付了尾款，一共380万，剩下的钱我全部换成了柴油、汽油、药品和黄金。我把车开到了租好的那个偏僻仓库，仓库里已经堆满了我要的物资。我花了整整1天1夜，把这些物资分门别类地塞进车厢的暗格和储物柜里，实在塞不下的就堆在仓库里备用。做完这一切，距离沈瑶说的末世还有最后1天。我坐在驾驶座上，锁好车门，给沈瑶发了个定位。来这里，东西都准备好了。半小时后，一辆红色的保时捷冲进了仓库大院，沈瑶从车上跳下来，后面还跟着个男人。那男人我认识，是她刚交的男朋友，叫周凯，是个健身教练，一身腱子肉。两人走进仓库，看见那辆黑色的钢铁巨兽，都愣住了。这就是你买的车？沈瑶指着我的车，声音尖锐。对，我降下车窗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。你说会有极寒，这车最合适。你疯了吧？沈瑶冲过来拍打车门。这破玩意儿花了多少钱？380万。多少？沈瑶尖叫破音。380万，你把钱都花在这堆废铁上了。我的煤呢？我的发电机呢？我要的那些东西呢？车里有发电机，也有油。我淡淡的说，至于煤，车上装不下，没买。江宁，你个傻子！沈瑶气的脸都歪了，回头对周凯喊，我就说他脑子有坑，1000多万啊，他居然全砸在这上面了。原本只要骗他把钱转给我，我们就能去国外逍遥快活了。现在好了，钱变成了这堆破铜烂铁。我握着方向盘的手紧了紧，果然，什么重生，什么末世，全是假的。他就是眼红我的钱，所以没有末世。我盯着他，有个屁的末世！沈瑶从包里掏出一张纸扔在我脸上，那是老娘编的，我看小说编的。我就想看看你个守财奴会不会为了命把钱吐出来。没想到你宁愿买这破车，也不给我转账。他踹了一脚车轮胎，反震的脚疼，更气了。周凯，给我砸！把这车砸了，看看里面还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。周凯从背后抽出一根棒球棍，狞笑着走过来。美女，这车不错，但你这脑子不太好使，欠债还钱。你把我们的计划搅黄了，这损失得赔吧。下来，把剩下的钱转给我们，哥哥不打你。我没动，只是默默升起了车窗，防弹玻璃缓缓合拢，隔绝了外面的噪音。我看着他们在外面叫嚣，看着周凯挥起棒球棍狠狠砸向车窗，一声闷响，玻璃纹丝不动，连个白点都没留下。棒球棍反弹回去，震得周凯虎口发麻，差点脱手。服了，这什么玻璃？周凯骂了一句。沈瑶不甘心，捡起地上的砖头往车上砸。江宁，你给我滚下来！你以为躲在龟壳里就没事了吗？这仓库我也知道密码，我不走了，我就在这耗着。我看你吃什么喝什么。我打开车内的监控屏，看着他们在外面像小丑一样跳脚。我低头看了看手表，距离沈瑶当初说的那个时间只剩10分钟。虽然他是骗我的，但如果是真的呢？我打开了车载收音机，滋滋紧急插播，受超强冷空气影响。全球气温将出现断崖式下跌，请所有市民立刻回家，关闭门窗，储备保暖物资，重复，这不是演习。广播员的声音带着明显的颤抖。我猛地抬头看向窗外，原本还是7月流火的艳阳天，此刻天空突然阴沉的可怕，像是一块巨大的黑布盖了下来。风停了，这种死寂比狂风更让人恐惧。沈瑶和周凯还在外面骂骂咧咧，完全没注意到天色的变化。江宁，你个缩头乌龟，你有本事一辈子别出来！沈瑶脱下高跟鞋砸门，突然一片白色的东西飘落下来，落在沈瑶的鼻尖上。她愣了一下，伸手摸了摸雪。她抬头，无数鹅毛般的大雪像是被撕碎的棉絮，疯狂地从天上倾泻而下。气温在以一种恐怖的速度下降，车内的温度计显示，外面的温度从35度瞬间掉到了20度，紧接着是10度、0度，每1秒都在降。沈瑶打了个哆嗦，抱住胳膊，怎么回事？怎么突然变天了？周凯也觉得不对劲，扔了棒球棍。瑶瑶，有点邪门，好冷啊，要不先撤吧。撤什么撤？钱还没拿到呢。沈瑶嘴硬，但牙齿已经开始打架。仅仅过了1分钟，地面已经铺上了一层白霜。我也愣住了，沈瑶是瞎编的，可末世真的来了，这是什么狗屎运气？我按下了中控台上的按钮，启动了车辆的供暖系统，轻微的嗡嗡声响起，暖风从出风口涌出，车内瞬间温暖如春。我从冰箱里拿出一罐可乐，拉开拉环，咔嚓一声，气泡翻涌。我降下一点车窗缝隙，对着外面已经冻得嘴唇发紫的2个人喊道：沈瑶，恭喜你，预言家当得不错。沈瑶猛地转头看我，脸上全是惊恐。江宁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为什么真的下雪了？我只是随口说说的啊。老天爷信了。我举起可乐喝了一口，零下160度哦，你说过的，骨头都会冻脆。此时外面的温度已经降到了零下10度，这只是开始。沈瑶穿着吊带裙，周凯穿着背心，两人在寒风中抖得像两只没毛的鸡。江宁，让我上去，快开门，我们要冻死了。沈瑶扑过来抓车门把手，可惜车门早就锁死了，冰冷的金属把手瞬间粘住了他的手心皮肉，他惨叫一声，硬生生扯下一块皮才把手缩回去。啊，我的手！江宁，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，你不能见死不救。我有重生记忆不对，我没有，但我可以给你当保姆，我可以给你洗衣服，求求你开门啊！他哭得鼻涕眼泪横流，瞬间就在脸上结成了冰渣。周凯见求饶没用，捡起一块大石头冲过来。臭女人，开门，不然老子弄死你！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。弄死我？那你得先别冻死。我关上了车窗，外面的风声变成了凄厉的呼啸。我拿出手机，打开车外监控，短短5分钟，大雪已经没过了脚踝。沈瑶和周凯也不砸车了，他们开始在仓库里疯狂寻找能取暖的东西。但这个仓库我早就清空了，除了角落里几张破纸板，什么都没有。车，回车里！周凯吼道，拉着沈瑶往他们的保时捷跑。保时捷虽然也能挡风，但那是跑车，密闭性和保温性跟我的特种房车根本没法比。而且这种极寒天气下，普通汽车的电瓶瞬间就会亏电，发动机根本打不着火。果然，监控里保时捷的车灯闪了2下，熄灭了。无论周凯怎么拧钥匙，车子就像死了一样，没有任何反应。打不着，服了，这破车！周凯愤怒地砸方向盘，玻璃太薄，车内的温度迅速流失，很快就和外面一样冷。沈瑶绝望的脸贴在车窗上，死死盯着我这边的方向。我这里灯火通明，我打开了车内的小电锅，扔进去1包火锅底料，又切了半斤羊肉卷。很快，牛油的香气弥漫了整个车厢。我在监控屏幕上打了一行字，投屏到车身侧面的 LED 显示屏上。这是当初为了在野外求救装的，现在成了杀人诛心的利器。外面零下20度了，羊肉刚下锅，真香。红色的 LED 大字在风雪中格外刺眼。保时捷里，沈瑶似乎看到了这行字，发出一声尖锐的嚎叫。我夹起一块烫熟的羊肉，蘸了蘸麻酱，送进嘴里。确实香。这一夜大雪封门，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，监控显示外面的温度已经降到了零下50度，整个仓库被雪埋了一半。那辆红色的保时捷已经被大雪覆盖，只露出一截车顶，像个凸起的坟包。我没有出去看，不需要看，在这种温度下没有取暖设备，人活不过2小时。我检查了一遍车辆状态，油量98，水量100，电力100，很好。但我不能一直待在这里，这个仓库太偏，而且门锁很脆弱。虽然沈瑶死了，但这场大雪覆盖了全城，很快就会有活着的人为了生存像疯狗一样四处寻找物资。我的车太显眼了，而且我得去找个人。上一世部是在沈瑶那个编造的故事里，他提过一句，他说他虽然是编的，但为了让故事逼真，他查过资料。他说城北有个地下战备粮库，那是真的。还有，我这车虽然好，但只有我一个人，如果遇到成群结队的暴徒，我也很难对付。我需要帮手，或者说我需要炮灰。我发动了车子，巨大的柴油发动机发出一声低沉的咆哮，震落了车顶的积雪。微型破冰铲狠狠撞开了仓库的大门，冲进了白茫茫的世界。路上的积雪已经有半米深，普通的轿车早就趴窝了，路边到处都是被遗弃的车辆，有的车里还能看到冻僵的人形。我的6轮驱动重卡在雪地里如履平地，全地形轮胎碾压着冰层，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。开出大概5公里，前面的路被堵住了，几辆公交车横七竖八地撞在一起，堵死了主干道。我不得不停车，准备绕路。就在这时，右边的雪堆里突然钻出一个人，那人穿着单薄的羽绒服，头上裹着围巾，手里拿着一把铁锹，正费力地在挖着什么。看见我的车，他愣住了，然后疯了一样冲过来，跪在车前拼命磕头：救命！救命啊！我有钱，我有金条，求求你带我一程。是个中年男人，脸冻得发紫，眉毛上全是霜。我没理他，准备倒车，突然男人身后的雪堆动了动，又钻出一个小女孩，大概15、16岁，瘦得可怜，眼睛大得吓人。她没求救，只是死死盯着我的车，手里紧紧攥了一把螺丝刀，那眼神像狼。我心里动了一下，这眼神我熟，当年在孤儿院抢馒头的时候，我也是这眼神。我按下扩音器，想活命。男人拼命点头。想想我是电工，我会修电器，我女儿力气大，能干活。电工，我的车虽然好，但有些电路改装的太急，并不完美。昨天晚上我就发现太阳能板的充电效率有点问题，而且这车太大，有些视野盲区我一个人看不过来。把身上的武器扔了，所有金属制品扔远点。我冷冷地说。男人愣了一下，赶紧把手里的铁锹扔了，又去掏口袋里的钥匙扣。那个小女孩却没动，抓着螺丝刀的手更紧了。小雨扔了，快扔了！男人急了，去夺女儿手里的螺丝刀。那是防身的。女孩嘶哑着嗓子喊，万一他是坏人怎么办？我笑了，我现在踩脚油门，你们就成了肉泥，我需要坏吗？女孩咬着嘴唇死死盯着我。过了几秒，她把螺丝刀扔进了雪地里。上车抖。我打开了后车厢的一个侧门，别想进驾驶室，里面有监控，要是敢乱动，我就把你们扔下去。那个侧门通向的是车尾的一个小型储物间，虽然也供暖，但和主生活区隔着一道铁门。父女俩连滚带爬地钻了进去。我看着监控里他们蜷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的样子，扔过去2包压缩饼干和1瓶水。吃完了干活，我要去城北，路上的障碍你们负责清理。男人抓着饼干狼吞虎咽，一边
吃一边哭。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雨还没哭，他小心翼翼地把饼干掰碎了塞进嘴里，眼睛却一直盯着那道隔绝我们之间的铁门。他在观察，甚至在计算。很好，我不怕有野心的人，就怕蠢货。只要他想活，就能为我所用。车子继续启动。我不知道城北有什么，但我知道从这一刻起，我是这个冰封世界里的王，而我的狩猎才刚刚开始。车子开出10公里，油表下了一格，前面是国道收费站。平时这时候该堵车，现在只有白茫茫一片，几辆车横在收费口，像死棺材。下去清账。我对麦克风说，后车斗里，林国栋正抱着那个装着工具的破包打盹，听见声音像弹簧一样跳起来。好，马上，小雨干活。父女俩裹着我给的旧军大衣，从侧门滚进雪地，零下50度。那一瞬间的冷风让他们俩动作僵得像木偶。林国栋拿着铁锹，林雨拽着钢丝绳，他们要把堵路的轿车拖开。我坐在驾驶室，手里握着弩，盯着监控。收费站亭子里有人，热成像显示那是3个红点，他们在动。一声闷响，林国栋刚把钢丝绳挂上一辆车的保险杠，收费站窗口突然碎了，一块砖头砸在他脚边，把车留下滚。扩音器里传出嘶哑的吼声。林国栋吓得一屁股坐在雪地上，铁锹都掉了。林雨反应快，一把拽住他爹的领子往后拖，两人躲到了飞车后面。我看了一眼监控，亭子里冲出来3个男人，穿着不知从哪扒下来的羽绒服，手里拿着消防斧和螺纹钢。大哥，那是辆好车，中卡房车。那车上有吃的，肯定有。 3个人眼睛发绿，像饿了半个月的狼，直奔我的车头。我没动。老板，老板，快救命啊！林国栋在飞车后面喊，那3个男人已经冲到了车前。开门，下来。领头的挥着斧子砍在我的保险杠上，火星四溅。别费劲了，这是防弹的。我在车里淡淡的说，去他的，烧了他。另一个人掏出一个打火机和一瓶白酒，那是燃烧瓶，这要是扔在车底下，烧坏了油路或者轮胎，我就麻烦了。我按下控制台上的红色按钮，滋啪，车身周围的一圈隐蔽喷口突然喷出一股白雾，不是毒气，是高压蒸汽，那是供暖系统排出的废气，温度接近100度，在零下50度的环境里，这100度的蒸汽简直就是烫油。霎时间，3个男人捂着脸惨叫，极热遇极冷，皮肉瞬间烫熟又迅速结冰，那种剧痛比凌迟还惨。滚！我打开扩音器，3人连滚带爬的往回跑。等等，我突然改了主意，那个领头的跑得慢，因为眼睛被烫瞎了一只。我降下一点车窗，弩箭搭在弦上，嗖的一下，箭矢穿透了他的大腿，把他钉在雪地上。我不抢了，我不抢了。男人在雪地里打滚，血流出来，瞬间冻成红冰。另外2个同伙回头看了一眼，没救他，跑得比兔子还快，钻进路边的树林不见了。我打开侧门，林国栋，把这人拖开，把路清出来。林国栋抖得像筛糠，但不敢不听。他和林雨合力，把那个还在嚎叫的男人像拖死狗一样拖到路边。男人在雪地里挣扎，那是零下50度。5分钟后，他不叫了。10分钟后，他成了硬邦邦的路障。林国栋回来的时候，脸煞白，不敢看我。林雨倒是看了我一眼，眼神里少了点恐惧，多了点别的东西，那是对力量的渴望。车子通过收费站，我看了一眼地图，离城北站备粮库还有30公里。这30公里，平时开车半小时，现在全是鬼门关。晚上，我找了个背风的山坳停车，车内温度22度。我煮了一锅挂面，握了2个荷包蛋，香味顺着通风口飘到后车斗。监控里，林国栋在吞口水，林雨正拿着一块干硬的压缩饼干，用牙一点点磨。林国栋，我接通内线，车顶的太阳能板有点积雪，效率低了，你去清一下。哎，好，这就去。林国栋不敢怠慢，戴上护目镜，从后车斗的爬梯爬上车顶。我在下面盯着电压表，10分钟后电压回升。老板，好了。林国栋的声音从上面传来，带着风声。这板子接线有点老化，我顺手给你解了解。我心里一动，这人确实有点手艺。下来吧，侧门那个格子里有一桶泡面，赏你的。谢谢老板，谢谢活菩萨。监控里，林国栋捧着那桶泡面，眼泪都快掉进汤里了。林雨只分到了1口汤，但他喝得很满足。半夜警报响了，不是外面，是车底。震动传感器显示有东西在扒我的底盘。我猛地惊醒，抓起刀和手电，切断了后车斗的供暖，只留了监控。屏幕上，一个黑影正蜷缩在车底，手里拿着一把扳手，正试图卸我的油箱螺丝。偷油贼，在这种天气，油就是命。我没急着动，这车底盘高，但那是相对于重卡来说，普通人钻进去很费劲。我想看看林国栋父女的反应。后车斗里，林雨醒了，他耳朵很尖，听到了底下的动静。他推醒了林国栋，指了指地板。林国栋脸色一变，想喊我，被林雨捂住了嘴。林雨做了个虚的手势，然后指了指侧门。他想干什么？监控里，林雨悄悄打开侧门，手里拿着那根他没扔掉的藏在袖子里的磨尖的铁棍。他像只猫一样滑下车，车底那个偷油贼太专注，加上风雪声大，根本没发现后面有人。林雨趴在雪地上，一点点爬进车底，然后他举起铁棍，狠狠扎进了那个黑影的大腿。惨叫声被风雪吞没了一半。偷油贼也是个狠角色，反手一扳手砸向林雨，林雨头一偏，扳手砸在车大梁上，火星直冒。这小丫头够狠，拔出铁棍又是一下，这次扎的是肩膀。偷油贼疼得没了力气，手里的扳手掉了。这时候林国栋也下来了，拿着铁锹，闭着眼一阵乱拍。别偷油，这是老板的油，是我们活命的油。偷油贼被打得不动了，我打开车门，站在踏板上，居高临下的看着这一幕。雪地上全是血，林雨喘着粗气，脸上溅着血点子，手里紧紧攥着带血的铁棍。林国栋瘫坐在地上，铁锹扔在一边，浑身发抖。拖出来。我说，林雨把那个半死不活的偷油贼拖了出来，是个瘦小的男人，满脸油污。老板，
我不偷了，我孩子快冻死了，我想弄点油烧火。男人虚弱的求饶。我看着林雨，你觉得怎么处理？林雨抬头看我，眼神冷得像冰。放了他，他会带人来。算了，收拾工具。 15岁，懂事。那交给你了。我扔下一句话，关上门。2分钟后，林雨爬回了后车斗。监控里，他擦掉脸上的血，继续啃那半块没吃完的压缩饼干。林国栋缩在角落里，看着女儿，眼神像是在看鬼。第二天一早，车辙印边上多了一具尸体，我没问，直接开车。第3天，到了城北，战备粮库在地下，入口是一座看似普通的物流园仓库，但现在这里已经成了废墟，大雪压塌了仓库顶棚，到处都是残垣断壁。我把车停在隐蔽的树林里，用白色的伪装网盖住。下车，带上工具。林国栋背着工具包，林雨拿着铁棍，我背着弩，腰里别着刀和枪，那是从那3个抢车贼身上搜来的土制猎枪。虽然破，但能响。我们摸进了物流园，还没到入口，我就闻到了一股味道，即使在零下50度，那种焦糊味和血腥味依然刺鼻。有人捷足先登了，我做了个手势。3人躲进一间倒塌的保安室，粮库的大铁门是敞开的，门口停着2辆改装过的越野车，车顶架着大灯，还焊着铁丝网。几个穿着迷彩棉服的人正把一箱箱东西往车上搬，那是军用罐头。那是我的。林国栋突然激动起来，那是我们粮库的物资。我一把按住他，闭嘴，找死吗？那伙人有枪，真的枪。我看到了 AK， 这伙人不是流民，是更狠的角色，可能是某个私人武装或者黑吃黑的军阀。走，我当机立断，现在的我手里只有一把弩，一支土枪，跟冲锋枪硬拼是找死。可是林国栋不甘心，想死你自己去。我冷冷地说。就在我们要撤退的时候，粮库里突然传来一声枪响，紧接着是女人的尖叫声。跑，快跑！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女人从门里冲出来，怀里抱着个药箱，后面追出来2个男人，哈哈大笑。跑，往哪跑？这大雪天的，你能跑过子弹？又是一枪，子弹打在女人脚边的雪地上，溅起一片血雾，女人吓得摔倒在地。苏医生，林国栋低呼一声，你认识？他是粮库医务室的苏梅，那是我的老同事。他手里那是药箱，里面全是抗生素。抗生素在这该死的末世，那比黄金还贵。我眯起眼睛，如果是为了救人，我不干；但如果是为了药，还有个医生，那值得拼一把。那2个男人走到了苏梅面前，其中一个伸手去抓她的头发。跑啊，接着跑啊！老大说了，这娘们留活的，懂医术的不好找。机会，他们要活口就不会立刻开枪。我架起弩，距离80米，风速3级。林国栋，你会开车吗？啊，会开大货。去把我的车开过来，撞死他们。老板，那是你的宝贝车。快去，钥匙在车轮底下。林雨，跟我掩护。林国栋咬牙跑了。我盯着那个抓头发的男人，一支弩箭无声无息地飞出，正中男人的脖子。他捂着喉咙倒下，连惨叫都没发出来。另一个男人反应极快，举枪就扫，子弹打在我们藏身的墙壁上，碎石乱飞。趴下！我按住林雨的头。谁？滚出来！那男人吼道，一边拖着苏梅往车后躲。苏梅趁乱咬了他一口，男人吃痛，一枪托砸在他头上，苏梅晕了过去。在那边，有人指着我们这边，又有3个人从粮库里冲出来，火力瞬间压制住了我们，我只能缩在墙角，根本露不了头。完了，要死了！林雨手里紧紧攥着铁棍，脸白得像纸。死不了。我给土枪填上火药和铁砂。就在这时，地面震动起来，那是柴油发动机的咆哮。一团黑影从树林里冲了出来，像一头狂奔的犀牛。我的末日堡垒。林国栋这老小子平时怂得像狗，开起车来倒是猛撞。我大喊，那伙人也傻了，他们哪见过这种级别的改装车？子弹打在防弹玻璃上，只能留下几个白点。破冰铲狠狠撞上了那2辆越野车，那2辆车就像玩具一样被撞飞出去，翻滚着砸在雪地里。那几个枪手吓得四散奔逃。上车，快！我拉着林雨冲出去，一把捞起地上的苏梅和药箱，把它塞进侧门。林国栋一个漂亮的甩尾，车身横过来挡住子弹。我和林雨跳上副驾驶，走，往山里开。车子咆哮着冲出物流园，后面传来愤怒的枪声和叫骂声，但很快就被风雪甩在了身后。开出20公里，确定没人追上来，我才让林国栋停车。我来到后车斗，苏梅已经醒了，正缩在角落里给林国栋包扎刚才乱枪中。林国栋胳膊被榴弹擦伤了，谢谢你们。苏梅看着我，眼里全是惊恐。不用谢。我拿过那个药箱，打开看了一眼，满满1箱药。阿莫西林头孢止痛药，纱布发财了。你是医生？我问。是我，是外科医生。苏梅点头。很好。我指了指林国栋，以后他是电工，你是医生，我是老板。苏梅愣了一下，随即明白了现在的处境。我知道了，只要给口吃的，我什么都干。我回到驾驶室，队伍壮大了，但我心里并不轻松。那伙人有枪有车，还占据了粮库，他们是这片区域的霸主。我抢了他们的人，杀了他们的人，还撞坏了他们的车，这梁子结大了，他们迟早会找到我。我的车虽然强，但挡不住 RPG， 我必须找个更安全的地方，或者把这车变得更强。老板，接下来去哪？林国栋问。我看着地图上那个水电站的标记，那是沈瑶说的另一个点，那里有发电机组，有现成的防御工事，还有我想起沈瑶当时嘲笑我的话。江宁，你要是有种，就去水电站把那个疯子收了。那可是个机械天才，能把拖拉机改成坦克的疯子。机械师，我现在最缺的就是这个。去水电站。我调转车头，风雪更大了，车停在水电站大坝前，闸门关着。我拿起望远镜，没人，没有哨兵，没有脚印，只有雪。老板，
这地方像座坟。林国栋抱着枪，手抖了一下，枪托撞在车窗上。要不别进了。下车。我把弩挂在背上，手里提着那把缴获的土枪。林雨，看车。林国栋，跟我走。林国栋不想动，我拉栓上膛。林国栋立刻推开车门跳了下去。我们走到大铁门前，门锁是电子的，没电，锁死了。撬开。我指了指门缝，林国栋拿出撬棍插进去，用力压，一声轻响，不是锁开的声音，是机关。趴下。我一脚踹在林国栋屁股上，把他踹进血窝，自己顺势滚到水泥墩后。铁门上方炸开一团火光，2根钢管从门框两侧射出，那是土制霰弹枪的原理。钢珠打在水泥地上，凿出一排坑。林国栋吓傻了，抱着头在雪地里叫唤：“闭嘴！”我爬起来，拍掉身上的血，没打中。这机关做得很，门开了，不是我们撬开的，是里面有人开了门。一个声音从门里的喇叭传出来，带着电流声：“滚！下次是炸药。”我举起枪，对着喇叭开了一枪，喇叭哑了。我是来送生意的。我对着空旷的大院喊：“我有柴油，换你的技术。”没有回应。我不缺油。过了10秒，院子里的广播响了：“滚！”你有油，你有药吗？我喊：“我有阿莫西林，有头孢，有外科医生。”沉默，这次沉默了很久。进来，手举起来。大门缓缓打开一条缝，我给林国栋使了个眼色，他战战兢兢地走在前面，我跟在后面，枪口藏在袖子里。走进大院，地上全是铁丝网和半雷。这人是个疯子。办公楼门口站着一个人，很年轻，不到25岁，头发乱得像鸡窝，脸上全是油污，穿着一身满是痘的工装，手里拿着一个遥控器。他身后站着2个机器人，不是科幻片里那种，是焊着钢板的履带车，上面架着电锯和射钉枪。阿杰，这就是沈瑶嘴里的那个机械天才。药呢？阿杰盯着我，我从兜里摸出一板阿莫西林，扔过去。阿杰接住，看了一眼日期，塞进兜里。不够。他说这只是见面礼。我指了指外面，我车上还有一箱，还有个活的医生。阿杰眼神动了一下。你想修什么？那辆车。我指了指停在大巴外的重卡。我要加装撞角，改悬挂，还要装2挺机枪塔，能不能做？阿杰看了一眼我的车，眼神亮了，那是看到好玩具的眼神。能。他把手放在遥控器上。但我要那辆车归我，我就帮你改。你做梦。那就死。阿杰大拇指按下，我脚下的铁板突然通电，早防着这一手。在他手指动的一瞬间，我已经跳了起来，踩着旁边的石墩，借力扑向他。那2个履带机器人动了，射钉枪噗噗2声，钉子擦着我的头皮飞过去，钉在墙上。我在地上打滚，躲过电锯的横扫。林国栋这回没怂，举起土枪对着机器人就轰。机器人没坏，但被打得退了一下。我趁机冲到了阿杰面前，阿杰扔了遥控器，从后腰拔出一把扳手，对着我的头砸下来。我偏头，扳手砸在肩膀上，骨头生疼。我反手一拳打在他肚子上，他弯腰干呕，我膝盖顶在他下巴上。阿杰倒在地上，扳手掉了，我踩住他的手，弩箭对准他的眼睛。现在车归谁？阿杰吐了一口血沫，没求饶，只是盯着我的弩。归你。起来干活。我收起弩，阿杰爬起来，擦了擦嘴角的血，看都没看我一眼，转身走进车间，把车开进来。我松了一口气，这种人打服了比说服了管用。林国栋把车开了进来，阿杰围着车转了2圈，敲敲打打，改得像坨屎。他评价：谁给改的电路？找死吗？林国栋脸红了。3天。阿杰说：把我要的材料给我，3天交车。没有材料。我说：你需要什么？告诉我地方，我去抢。城东有个5金仓储中心，我要无钢板，还有电机。行。就在这时，对讲机响了，是林雨。老板，有车队来了，很多车朝这边来了。我心里一沉，粮库那帮人追来了。几辆？8辆，还有那辆没撞坏的越野车，他们有炮，我看那是迫击炮。迫击炮，这帮人疯了！关门！我吼道。阿杰反应最快，按下一个按钮，大铁门轰然关闭，外面响起了枪声，子弹打在铁门上，当当作响。里面的杂种听着，扩音器的声音传进来，是那个没死透的粮库头目，声音尖利：把药留下，把车留下，把那个贱人一声交出来，不然老子炸平这里。我看向苏梅，她正从车上下来，听到声音，脸白得像纸。别怕，我拍拍她的肩，进屋躲着。我看向阿杰，你的那些破铜烂铁能打吗？阿杰冷笑一声，按动遥控器，办公楼顶上的伪装网滑落，露出2台改装过的工业风扇，不是吹风的，是发射器。能不能打试试？一声巨响，大铁门被炸开了一个口子，一辆焊满钢筋的皮卡冲了进来，车斗里架着1挺机枪，对着院子疯狂扫射，子弹横飞。我和林国栋躲在水泥墩后，头都抬不起来。阿杰，我喊。阿杰站在2楼平台上，没躲，他按下遥控器，楼顶那2台大风扇转了起来，无数钢珠和铁片被吸进去，然后像暴雨一样喷射出来，那是工业吸尘改的喷射器。冲进来的皮卡瞬间被打成了筛子，挡风玻璃碎裂，驾驶员被打烂，车子失控撞在墙上，机枪手刚要转头，被一颗螺母打穿了脑袋。漂亮！林国栋喊，但对方人太多，又有3辆车冲了进来。这次他们学乖了，分散开，有人拿着火箭筒，一发火箭弹飞向2楼平台。阿杰跳！阿杰翻身跳下平台，2楼平台被炸塌了，那2台喷射器成了废铁。服了！阿杰骂了一句，摔在雪堆里，腿好像扭了。几个枪手从车上跳下来，向我们包围过来。老板，没子弹了。林国栋手里的土枪成了烧火棍，我手里的弩还有3支箭，不够。上车。
车！我喊。进我的车！那是防弹的，我们且战且退，往重卡房车跑。子弹打在脚边的雪地上溅起冰渣，只听啊的一声，苏梅跑得慢，腿上中了一枪，摔倒在地。救人！我回头射出一箭，定死一个冲在最前面的枪手。林国栋冲回去拖苏梅，林国栋背上挨了一枪，但他咬牙没松手，死命把苏梅往车门里塞。进去了，快关门！我和阿杰也冲到了车边，就在我抓车门把手的时候，一个黑影扑了上来，是那个凉裤头目，他手里拿着一把匕首，狠狠扎向我的脖子。我侧身，匕首划破了我的羽绒服，划出一道血口。我反手抓住他的手腕，膝盖顶向他的裤裆，他惨叫一声，但没松手，死死抱住我的腰，要把我摔倒。去死吧！他红着眼吼道。阿杰从地上爬起来，捡起一块砖头，狠狠砸在头目的后脑勺上。头目晃了一下，没倒。这人力气大得惊人，反手一肘把阿杰打飞出去。我趁机拔出腰里的刀，捅进他的肋骨，刀身没入。头目瞪大了眼，手松开了。我把他推开，拉起阿杰，跳上车，关门。车门刚关上，无数子弹就打在门上，像炒豆子一样响。启动！我冲进驾驶室，发动车子，嗡的一声，引擎咆哮，撞死他们！林宇在后面喊，手里拿着纱布给林国栋止血。我挂上档，油门踩到底，巨大的钢铁怪兽冲了出去。院子里那几辆改装车在我的重卡面前就像玩具，我一路撞过去，一辆车被撞翻，一辆车被挤扁在墙上，那些枪手吓得四散奔逃。别跑！我盯着那个拿着火箭筒的人，他正半跪在地上，瞄准我的车头。我猛打方向盘，咻！火箭弹擦着车顶飞过去，炸飞了上面的太阳能板。我的板子！阿杰心疼地喊，命要紧！车轮碾过雪地，碾过那个火箭筒手的腿啊！惨叫声被车轮声盖过。我没有停，直接冲出了大门。剩下的几辆车想追，林雨游！我喊。林雨按下后车斗的一个按钮，车尾喷出一股黑色的油雾，那是为了逃跑准备的废机油。后面的车瞬间失去了视野，有一辆车打滑，冲下了路基，翻进了沟里。我们逃掉了，车子开出10公里，确定没人追上来，我才放慢速度。车厢里全是血腥味，林国栋背上全是血，苏梅腿上也全是血。阿杰抱着腿缩在角落里，脸疼得发白。都没死吧？死不了。苏梅咬牙给林国栋取子弹，没伤到肺。阿杰，车怎么样？阿杰听了听发动机的声音，太阳能板废了，装甲掉了2块，左后轮有点跑偏，能修吗？能。阿杰抬头看我，但得去5金仓储中心，我要材料。去。我看着前方茫茫的雪原，把车修好改好，然后回去。回去干嘛？林国栋问，疼得直吸凉气。杀光他们。我握着方向盘的手指节发白。抢我的药，伤我的人，毁我的车，这事儿没完。车子在雪原上留下一道深深的车辙。5金仓储中心是个巨大的铁皮盒子，里面全是好东西，钢板焊条发电机，甚至还有几台数控机床。这里没人，太冷了。普通幸存者根本不知道这里有这些硬家伙，就算知道也运不走。我们在这里驻扎了3天，这3天没人睡觉。苏梅负责做饭和换药，林宇负责警戒，我和林国栋给阿杰打下手。阿杰就像打了鸡血，不吃不喝的改装车子。他把仓库里的钨钢板切下来，像鱼鳞一样焊在车身上，每块钢板都做了角度，能跳弹。他在车头加装了一排液压刺，只要按一下就能弹出2米长的钢刺，把挡路的车扎得对穿。他在车顶装了一个旋转炮塔，没有机枪，他做了一个射钉加特林，用气泵驱动，1分钟能射出500发钢钉。这玩意儿打不穿装甲车，但在近距离能把人打成肉酱。他还给车底装了喷火器，这就是你要的移动堡垒。3天后，阿杰拍了拍车身，眼里全是红血丝，但神情狂热。现在它是陆地巡洋舰。我摸着冰冷的车身，上车，回去报仇。我们杀回了水电站，那伙人占领了那里，大门已经修好了，墙上站着哨兵，院子里停着那几辆破车，还有人在烤火。他们以为我们跑了，不敢回来了。直接冲吗？林国栋问，手里拿着那把土枪。不，我看着阿杰，你说的那个通道还在吗？阿杰点头。排水口在水下，现在结冰了，能走。林宇，你开车在正门吸引火力。林宇指着自己的鼻子，敢吗？敢。林宇握住方向盘，眼里闪着光。别撞，就转圈，用加特林扫他们，让他们出不来。剩下的人跟我走水道。我们穿上防水服，带上氧气瓶，凿开冰面，钻进了排水口。冰冷刺骨的水漫过头顶，我们在黑暗中摸索了10分钟，爬上了内坝。我们出现在办公楼的地下室，上面就是那帮人的指挥部。我听到了笑声，那娘们跑得快，不然非得让她尝尝老子的厉害。是那个没死的头目。大哥，这地方不错，有电还暖和。那是，以后这就是咱们的基地了。我把烟花贴在天花板上，这是阿杰做的炮仗，材料是从矿山仓库里找的。准备。我按下起爆器，轰的一下，天花板塌了，上方的天花板轰然掉了下来，就掉进了地下室。烟尘中，我举起弩，谨慎观察四周。他们一瞅转身就跑。那个头目命大，被梁柱压住了腿，没死，正灰头土脸的往外爬。我走过去，踩住他的手。是你？他看着我，像是见了鬼。是我。别杀我，我有物资，我有粮。我不需要。我拔出刀，不想再见到你，快给我滚！他转身就逃，外面的枪声也停了。林宇开着车冲了进来，车顶的加特林还在冒烟，院子里睡了一地的人，剩下几个没睡的，跪在雪地里发抖。怎么处理？陈刚问。放了吧，送出去。
送啊！哪来的送啊？5分钟后，我的重装卡车缓缓地驶入了进来，在零下160度的风雪里，重卡是末世的神器。我们占领了水电站，这里有电、有水、有坚固的围墙，还有我们这辆无敌的战车。我站在坝顶，看着茫茫雪原，风雪依旧在吹，但我不冷了。老板，开饭了。苏梅在楼下喊来了。我转身下楼，水电站大厅，尸体刚拖出去，血腥味还没散。搜！我下令，林国栋捂着胳膊上的纱布，踢开那个头目住过的房间门。老板，有货！我走进去，桌上散着10几发子弹，还有2把没了撞针的破枪，角落里堆着几袋发霉的大米，还有半箱冻硬的土豆。穷鬼，这帮人除了抢，根本不会囤货。这是什么？林宇从床垫底下翻出一个本子，黑色皮面，被水泡过，皱巴巴的。我接过来，翻开，上面歪歪扭扭的记着一些流水账，谁抢了谁，谁杀了谁。翻到最后几页，有一行字被红笔圈起来了，坐标北纬某某，东京某某，官方安全区，有暖气，有种植园，旁边还画了个简易地图，标着一条路线。安全区。林国栋凑过来，眼睛亮了。老板，这是官方的基地，可能是，也可能是个坑。我合上本子，塞进兜里，先干活，清理干净。接下来的2天，水电站成了工地。阿杰疯了，他把我们从仓储中心带回来的钢板全焊在了大坝的闸门上。本来只有一层铁皮的闸门，现在变成了半米厚的钢墙。他在围墙上拉了3道电网，接在水电站的主电路上。只要有电，苍蝇飞上去都得交。阿杰拍着电网开关，眼里全是红血丝。他在大坝的必经之路上埋了感应地雷，是用那帮人剩下的炸药和铁钉做的。踩上去腿就没了。阿杰咧嘴笑。苏梅负责后勤，她把那几袋发霉的大米洗了又洗，煮成粥。这米有毒素，吃多了肝不好。苏梅端着粥，眉头紧锁，但没别的吃了。有的吃就不错了。林宇大口喝粥，把碗舔得干干净净。发电机组修好了，2台备用机组重新转了起来，轰鸣声震耳欲聋。大厅里的灯亮了，取暖器也有了电，温度升到了0度以上。我们终于不用裹着3层棉被睡觉了。但安逸日子没过2天，出事了。那天晚饭，林国栋突然放下碗，老板，咱们得走。我抬头看他，去哪？那个安全区。林国栋指着我兜里的本子，这地方虽然好，但毕竟是死地，吃的吃完了怎么办？油烧完了怎么办？而且我这胳膊要是感染了，这就没消炎药了。安全区不一定安全。我冷冷地说，路上几百公里可能会死。在这儿也是等死。林国栋声音大了起来，那里是官方的，有种植园，有医生，咱们有车，还有枪，去那儿肯定能过上好日子。我不去。他正拿着扳手拆一个控制台。我的车还没改完，这儿有设备，有零件。你那破车改得再好，能当饭吃？林国栋急了，咱们得找活路。闭嘴！我放下筷子。林叔，你想去，我不拦着，你自己走。林国栋愣住了，外面零下160度，我怎么走？我还没车。那就闭嘴。我站起来，在这里听我的，谁再提走就滚。林国栋不敢说话了，但眼神里全是怨气。第2天，苏梅找我告状，阿杰在拆主控室的变压器。苏梅气得发抖，他说要拆铜线去做什么移动发电机，那变压器要是拆了，生活区的供暖就断了。我冲进主控室，阿杰正骑在变压器上，手里拿着切割机，火星四溅。停手！我吼道。阿杰没停，这玩意儿太笨重，没用。我要把铜线拆出来，给车子做一个磁流体发电机。拆了这玩意儿，苏梅他们晚上会冻死。关我屁事！阿杰头也不回。车子才是最重要的，有了车去哪都行。我一枪打在变压器旁边的铁板上，阿杰停手了，回头看我，眼神阴鸷。你打我！下来！我枪口指着他，这基地不是你一个人的玩具，大家都要活。阿杰跳下来，扔了切割机。行，我不拆。他冷笑，但没有那种发电机，车子的续航就不够，到时候要是跑路，死在半路上别怪我。那是以后的事。阿杰走了，摔门而去。晚上我睡不着，林国栋想走，阿杰想拆家，这队伍心散了。我拿出那个本子，那个坐标到底是不是真的？如果是真的，或许林国栋说的对，死守这里迟早是死路一条，但我不敢赌。就在这时，警报响了，不是外面，是车库。我的重卡房车停在那，我抓起弩冲出去。车库里灯光昏暗，林国栋正趴在车底下，手里拿着一把钳子。你在干什么？我吼道。林国栋吓得一哆嗦，头撞在底盘上，他爬出来，满手油污。我想抽点油。抽油干什么？我想走。林国栋跪在地上。老板，我真的不想待这儿了，我想带小雨走。我有那辆越野车，修还能开，我就想抽点油路上用。那辆越野车是那帮人留下的，阿杰修好了。你想死在路上吗？死在路上也比死在这儿强。林国栋哭了。老板，你看看这几天，阿杰像个疯子，苏医生也不说话，这队伍迟早要散，我还不如去搏一把。我看着他，这个老实巴交的电工，被逼急了也会咬人。你要走，可以。我指了指那辆越野车，车给你，油给你1桶，食物给你2箱，带上淋雨，滚。林国栋愣住了。真的？现在就滚，趁我没改主意。林国栋连滚带爬的去叫林宇。10分钟后，林宇被林国栋拉着站在车库门口，他看着我，眼神复杂。我不走。林宇甩开林国栋的手。你疯了！林国栋吼道，跟着这女人有什么好？去安全区才有活路。我不去。林宇走到我身后，我要跟着老板。你！林国栋气得扬手要打。林叔，我开口，他不想走，别勉强。
林国栋看着女儿，又看看我，最后他咬咬牙，一个人上了越野车。小雨，你别后悔。车子发动，冲进了风雪。林雨站在原地，没哭。为什么不走？我问。他会死。林雨说，他太弱了，而且那个安全区太远了。我看着他，15岁，比他爹聪明。回去睡觉，明天还有活。林国栋走了，少了个电工，多了份清静。但阿杰更疯了，没了林国栋盯着，他开始偷偷拆各种设备。我睁只眼闭只眼，只要不拆供暖和防御系统，随他去。3天后，对讲机响了，是林国栋，声音断断续续，全是杂音。老板救命！怎么了？我没走远，就在30公里外，车坏了，我遇到人了。什么人？是佣兵部队，是穿工服的匪徒，他们抢了我的车，还要杀我。一声枪响，对讲机没声了。我看着对讲机，沉默。穿工服的土匪，难道那个安全区真的是个坑？救不救？阿杰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我身后，手里拿着一把扳手。不救。我说他死了，我们就少个电工。阿杰说，而且他身上有那个本次复印件。林国栋走之前抄了一份坐标，要是那帮人拿到了坐标，知道我们在哪。阿杰没说完，但我懂了。林国栋不能落在别人手里，他知道我们基地的位置，知道我们的防御，知道我们有多少物资。要是他被拷问，集合。我拿起弩。林雨、苏梅、守家、阿杰，跟我走。开那辆大车。阿杰眼睛亮了，开。重卡房车冲出大门，30公里，半小时就到。风雪中，我看到那辆越野车翻在路边，几个穿着迷彩大衣的人正围着车，手里拿着枪。林国栋被拖在雪地上，满脸是血，说：“这车哪来的？油哪来的？”一个雇佣兵头目模样的人踩着林国栋的头，捡的。放屁！这油是高标号的柴油，除了军库哪有这种油？头目一枪托砸在林国栋嘴上，不说，老子毙了你！别我说。林国栋张嘴了，我叹了口气，果然撞过去。我对阿杰说，阿杰狞笑一声，按下了一个红色按钮，车顶的射钉加特铃声了起来，钢钉如雨点般扫射过去。那几个佣兵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打成筛子。林国栋吓得抱头鼠窜，车子停下，我跳下车，走到林国栋面前，他看着我，眼泪鼻涕直流。老板，你来救我了，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管我。我看着他，你说你要招了。林国栋僵住了。我那是缓兵之计，我没想真说。你说了。我举起弩。老板别，我是小雨他爹啊。我把越野车钥匙扔在他的旁边，让他离开了组织。林国栋倒在雪地里，眼睛瞪得老大。我没理他，径直转身。他太弱了，好自为之。我转身上车。阿杰，搜身，把那个本子找回来。阿杰跳下车，在尸体上翻了翻，找出那张纸，顺便把那几个佣兵身上的枪和弹药也搜刮了。走，回家。车子掉头，回到基地。林雨站在门口，他看着车上没有林国栋，什么都没问。回来了。他说，我下车。他死了，被人杀了。林雨点了点头。我知道，他早晚会死。他转身去厨房热饭，我看着他的背影，这丫头心比冰还冷，这样的人才能活得久。晚上，我拿着那张带血的坐标纸，那几个佣兵身上的装备很精良，枪是制式的，衣服也是防寒的，他们可能真的来自那个安全区，或者是从内出来的叛军，不管哪种，都说明那个坐标那里有人、有势力、有资源，也有危险。老板，阿杰走过来，那几把枪不错，我要改，装在车上，拿去。还有那辆越野车的发动机我也拆回来了，我要做双引擎。随你。我看着窗外的风雪，这里已经暴露了。林国栋虽然死了，但那几个军官失踪，对方肯定会找。水电站守不住了，我转头看向阿杰，干嘛？把车改到极致，我们要走了。去哪儿？去那个坐标。我指了指纸上的红圈，去看看那是天堂还是地狱。阿杰咧嘴笑了。好嘞，只要有车开，去地狱我也去。水电站不能待了，我们花了3天时间拆家，阿杰把能拆的都拆了，发电机、变压器、电缆，甚至连食堂的不锈钢桌子都拆了，焊在车上做护甲。重卡房车胖一圈，像个移动的垃圾堆，但每块垃圾都是防弹的。苏梅把所有的药都搬上车，连那个 X 光机都想带走，被我拦住了。带不走，太重。苏梅哭了，那是救命的东西。林雨没哭，她在磨刀，她把那几把缴获的刺刀磨得飞快，绑在几根钢管上，做成了长矛。出发。我按下起爆器，轰！水电站的大坝被炸开一个缺口，洪水涌出。虽然大半结冰，但剩下的水足以冲垮下游的路，也能掩盖我们的痕迹。我们上路了，目标北方安全区，路程300公里。第一天很顺，阿杰的双引擎改得很成功。车子在雪地里跑得飞快，遇到的小股流民看到这辆怪兽车，还没等我们开枪就吓跑了。第二天出事了，前面是个小镇，必须穿过这里，因为绕路要多走50公里，油不够。小镇很静，静得不正常。阿杰，升无人机。无人机飞上去，转了一圈，屏幕上密密麻麻全是黑点。去他的！阿杰骂了一句：“不是人，难道是丧尸？不对，这世界没丧尸。”我放大画面，是冻尸，那些不是活人，是被冻死的人，但他们在动。什么鬼东西？苏梅捂住嘴，我仔细看，那些尸体身上长满了白色的菌丝，像是霉菌，又像是触手。菌丝在动，带着尸体在动。变异真菌。苏梅是医生，一眼看出来了。极寒环境下变异的真菌寄生在尸体上，控制神经。会咬人吗？林雨问。会传染。苏梅脸色煞白。
吸入孢子就会感染。几千具军尸堵在镇子里。我有喷火器，要不冲过去？阿杰问。不行，车体密封性虽然好，但进风口没装，生化滤网，孢子进来了，大家都得死。那怎么办？绕路，油不够。阿杰指了指油表，绕路就得在野外趴窝，进退两难。就在这时，镇子里传来了枪声，有人在镇子里开枪。那些军尸被枪声吸引，像潮水一样涌向枪声的方向。镇中心的一座商场顶楼，有人在挥舞红旗，救命！救命！我拿望远镜看，是个穿军大衣的男人，身边还有个女人和孩子，他们在求救。别管这是机会，军尸被引开了，我们冲过去。那他们死定了。苏梅说，关我屁事。我踩下油门，重卡轰鸣着冲进小镇边缘，军尸大部队都在往商场涌，路上的不多。车头巨大的破冰铲撞飞了几具军尸，那些东西虽然恶心，但身体脆，一撞就碎，白色的粉尘爆开，像烟雾。关内循环，别开窗。我吼道，车子一路狂奔。就在我们要冲出小镇的时候，那个商场顶楼的人看到了我们。别走，带上我们，我们有油。那人大喊，我一脚刹车。你说什么？我打开扩音器。我们有油，军用柴油，一整车。男人指着商场楼下的一辆油罐车，那辆车被军尸围住了，但确实是油罐车。我看着油表，如果不拿到这车油，我们真的可能死在半路上。阿杰，喷火器准备，淋雨上炮塔。老板，你要救人？苏梅问。不是要油。车子掉头冲向商场，军尸发现了我们，分出一股扑过来。而此时车底的喷火器喷出2条火龙，军尸怕火，白色的军丝遇到火瞬间燃烧，发出刺鼻的焦臭味。淋雨去他的控着车顶的射丁加特林，把靠近的军尸打成碎片。车子冲到了商场楼下，跳下来。我对着楼顶喊，3楼的位置。男人把孩子绑在背上，拉着女人跳到了商场2楼的平台上，然后顺着排水管滑下来。快上车！我打开侧门，3人冲了过来。就在这时，一只军尸从侧面扑上来，抓住了女人的脚踝。女人惨叫一声，男人回头一斧子砍断了那只手，但女人的脚踝上已经被抓破了，伤口瞬间变白，长出了菌丝，感染了。男人愣住了，老公救我！女人哭喊，男人咬牙推了女人一把。你别上来，你会害死孩子。女人摔在雪地里，绝望地看着男人。男人抱着孩子冲进了侧门，关门。男人吼道。我看着监控，那个女人正被无数军尸淹没。我按下关门键，车子再次启动，撞开尸群，冲向那辆油罐车。阿杰，能不能把油抽过来？能，但我得下去接管子。我去掩护你。我拿起弩，打开副驾驶门。淋雨，火力压制。加特林疯狂扫射，清理出一片空地。我和阿杰跳下车，阿杰拖着管子冲向油罐车，我站在他身后，一见一个射杀漏网的军尸。快点！接口冻住了，得砸开。阿杰拿着锤子猛砸，咔嚓一声，接口开了。阿杰插上管子，开启油泵，抽，全速抽。柴油顺着管子流进我们的油箱，军尸越来越多了，火墙快挡不住了。好了没？我换了一匣剑，一半了，再给我1分钟。就在这时，一只巨大的军尸从油罐车顶上跳下来，那是只变异的大型犬，浑身长满白毛，比老虎还大。它扑向阿杰。阿杰，我把弩扔了，拔出腰间的土枪，铁砂打在虎头上，没打穿，便一虎把阿杰扑倒，张嘴就咬。阿杰举起手臂挡住，咔嚓，手臂上的护甲被咬穿，但骨头没断。我冲过去，一刀捅进虎脖子，虎甩头，刀甩飞出去，我撞在车轮上，胸口剧痛。阿杰趁机把一根燃烧棒塞进虎嘴里，轰的一声，虎头炸了。阿杰爬起来，拔掉管子，满了，走。我们冲回车上，开车。淋雨一脚油门，车子咆哮着冲出尸群，后面油罐车被引燃了，巨大的爆炸把半个镇子都夷为平地，无数军尸在火海中化为灰烬。我们逃出来了，车子开出几10公里，停在路边。那个被救上来的男人抱着孩子，缩在后车斗的角落里。谢谢你们。我走过去，你老婆不要了。男人低着头，我知道，没办法。你叫什么？赵强，这是我儿子小虎。干什么的？卡车司机运油的。我看着他，这人够狠，为了孩子，老婆都能舍。油是你运的？对，送去北边那个基地的。你知道基地在哪？知道，我去过2次。赵强点头。那是官方建的地下城，很大，有几万人。带路。赵强成了我们的向导，有了油，有了向导，不好走多了，但我的心里并不踏实。赵强这个人眼神闪烁，他那个儿子一直不说话，死死抱着个布娃娃。第3天，苏梅悄悄找我，那个孩子不对劲。怎么了？他一直不吃东西，而且体温很低。我心里一咯噔。你去检查一下。苏梅拿着体温计去了后车斗，2分钟后，苏梅尖叫声从后车斗传来，军丝啊，他背上有军丝。我抓起枪冲过去，赵强正抱着孩子，手里拿着一把刀，对着苏梅比划，别过来，谁过来我杀谁。赵强，你儿子感染了。我吼道。没有，他只是冷。赵强疯了一样。到了基地就能治好，那里有药。治不好的，那是真菌感染，不可逆。苏梅喊道。你胡说，他是医生，他说能治。我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字。是谁？赵强愣了一下。没水，总之你们别动他。怀里的孩子突然动了，他抬起头，眼睛全是眼白，脸上爆出白色的血管。孩子张开嘴，不是哭，是嘶吼，一口咬在赵强脖子上。赵强惨叫，血流了出来。孩子没松口，眼见即将扯下一块肉时，我开枪了，一枪爆头，孩子倒下了。赵强捂着脖子，难以置信地看着儿子。小虎，我的小虎。他的伤口迅速变白，感染速度太快了。杀了我！赵强看着我，求你杀了我！我举起枪，砰的一声，赵强倒在儿子身边。车厢里死一样的寂静。把尸体扔下去，消毒。我收起枪，林宇和阿杰把2具尸体拖下去。苏梅拿着酒精狂喷。老板，这
这东西太可怕了，苏梅手都在抖，只要有一个口子就会感染。我看着窗外，那个基地真的安全吗？赵强说那个医生说能治，这说明基地里有人在研究这东西，甚至是制造这东西。我们到了，前方出现了一座巨大的围墙，几十米高，全是钢筋混凝土，围墙上架着机枪和探照灯，大门紧闭，门前排着长长的车队，全是等着进去的难民。这就是安全区。阿杰看着那座墙，像个监狱。不管是监狱还是天堂，进去再说。我把车开进队伍，此时的前面有人在检查着，那是一些穿着防护服的士兵，拿着仪器在扫，那是检测包子的。苏梅说，一个士兵走过来，敲了敲车窗，下车检查，所有人。我们下了车，士兵拿着仪器在我们身上扫了一圈，没事，进去吧。士兵挥手，车也要查。另一个军官模样的人走过来，看着我的重卡，这车不错，哪来的？自己改的。这车我们要征用，基地规定，所有重型车辆必须充公，统一调配。凭什么？这是老子的心血。阿杰急了，凭这是基地。军官拔出手枪，不服滚蛋！我拦住阿杰，把钥匙扔给军官。老板，阿杰瞪大了眼，人在就行。我低声说，进了里面，有的是机会拿回来。军官笑了，接过钥匙，算你识相，进去吧。地区难民营报道。我们走进了大门，大门在我们身后关上。我回头看了一眼那辆重卡，那是我的堡垒，现在没了，但我手里还有阿莫西林，还有苏梅这个医生。最重要的是，我有这几个人，只要人活着就能翻盘。地区难民营就是一片帐篷区，挤满了人，臭气熏天。就住这。林雨捂着鼻子，先忍忍。我找了个角落，把包放下。苏梅，你去打听消息，看看这里的医院在哪。阿杰，你去看看车被开哪去了。林雨，守着包。我得去找个人。赵强死前说的那个医生，如果这里真的有人在研究军师，那这个人就是关键。我拿着2盒阿莫西林走进了黑市，哪里有人，哪里就有黑市，这里也不例外。一个猥琐的男人蹲在帐篷边卖老鼠肉。兄弟，打听个事。我扔过去1盒药，男人眼睛直了，把药塞进裤裆。您说这基地就没有我不知道的事？听说这里有个医生在研究外面的那些白毛怪。男人脸色变了，他四处看了看，压低声音：您问这个干嘛？这可是禁忌。我想买命，我朋友被感染了。男人叹了口气：没救的。那医生是个疯子，他在 A 区实验室，听说那些白毛怪就是从他那跑出来的。我心里一震，果然这不是天灾，是人祸。这基地不是天堂，是另一个地狱，但我已经在里面了。谢谢。我转身离开，要想活下去，要想拿回我的车，要想不被当成实验品，我得把这基地翻个底朝天。地区难民营，苏梅回来了，脸色很难看。医院不收难民，只有交纳足够物资或者有特殊技能的人才能进 A 区，那里的医疗条件很好，但听说进去的人很少有出来的。阿杰也回来了，满脸怒气。车被开进了 C 区车库，那是军队的驻地，他们在拆我的炮塔。别急，我从兜里掏出几块压缩饼干分给他们。今晚动手。抢车？不，抢基地。3人愣住了。那个研究真菌的疯子在 A 区，如果不干掉他，这基地迟早变成军尸窝。而且我们要想活得久，得掌握主动权。怎么干？林雨握着铁棍。阿杰，你能黑进基地的电力系统吗？只要能进配电室，我就能让他们全黑。苏梅，你有办法混进医院吗？我有医师证，他们缺医生。好，林雨跟我去 C 区拿车。计划很简单，制造混乱，夺取控制权。晚上10点，苏梅拿着医师证被一辆巡逻车接走了。半小时后，全程广播 ：A 区实验室发生泄漏，所有人员紧急撤离。重复，这不是演习。苏梅干得漂亮，她在通风管道里撒了一把面粉，伪装成包子泄漏。基地乱了，大批军队冲向 A 区 ，C 区防守空虚。我和林雨、阿杰趁乱摸进了 C 区车库，只有2个哨兵。我拿起弩瞄准，嗖2箭解决，随即冲进车库。我的重卡房车赫然停在最里面，几个技工正在拆上面的钢板。住手！阿杰吼道，举起抢来的步枪，技工们吓跑了。阿杰，启动车子。林雨，上炮塔。我跳上驾驶室，钥匙还在车上，我迅速启动，引擎咆哮。去哪儿？配电室。车子冲出车库，撞飞了栏杆，警报大作，有人抢车 ，C 区有人抢车。几辆装甲车围了过来，林雨去他的空着还没拆完的射钉加特林，哒哒哒，钢钉打在装甲车轮胎上，爆胎翻车。我们冲到了配电室楼下，阿杰去。阿杰跳下车，冲进配电室。5分钟后，整个基地一片漆黑，只有应急灯还在闪烁，混乱加剧。去 A 区接苏梅。我打开夜视仪，驾驶重卡在黑暗中横冲直撞。A 区大门紧闭，撞开。破冰铲狠狠撞上大门，轰！大门倒塌。我们冲进了核心区。苏梅正躲在实验室门口的柜台后，手里拿着手术刀。几个穿着生化服的人正要把她拖走。放开她！我一脚刹车，车尾甩过去，把那几个人撞飞。苏梅跳上车。老板，那疯子就在里面，他在培养母体。母体？一个巨大的军师，他在喂他活人。我心里一寒，炸了他！炸药不够。阿杰说，车上有油。我看了一眼油表，还有半箱。你要干嘛？汽车保帅。我看着这辆陪我一路杀过来的移动堡垒，他完成了他的使命。所有人下车，去那边的装甲车。我指了指旁边停着的一辆军用运兵车，大家跳下车，抢占了运兵车。我把重卡的油门卡死，挂上档，前面就是实验室大楼。再见，老伙计。我松开手刹，跳下车，滚进雪地。重卡像一头愤怒的公牛，咆哮着冲进了实验室大厅。轰！半箱柴油加上车底的喷火器燃料，巨大的爆炸掀翻了整栋大楼，火光
光冲天，哪怕隔着几百米也能感觉到热浪。我看到废墟中那个巨大的白色母体在火焰中扭曲，发出凄厉的尖叫，最后化为焦炭。基地彻底瘫痪了，军队没了指挥，难民开始暴动。走，我爬上运兵车。去哪？离开这儿，这儿晚了。我们开着运兵车冲出了基地大门，身后火光映红了半边天，那个所谓的安全区此时化成了一座巨大的火海。我们又回到了雪原，车上有苏梅从实验室抢出来的抗生素，有阿杰从车库顺走的武器，还有我们在运兵车上发现的整箱军粮，够活很久了。半个月后，我们在南方找到了一个废弃的军事哨所，这里地势高，易守难攻，地下还有地热资源。阿杰修好了地热发电机，苏梅把医务室收拾了出来，林雨在院子里练刀，我坐在哨塔上看着远处的夕阳，气温回升了10度。军师在那场大火后似乎少了很多，也许春天就要来了。老板，吃饭了。苏梅在下面喊。来了。我收起弩，跳下哨塔。活着真好。